GWM Great Wall Motor 长城汽车，大家对它的印象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很可爱呀？因为有 Aura Good Cat， 还有 Aura 07，还是你们喜欢的是那种比较硬汉型的啊？这种小公举类型呢，就不是你们的菜。如果你喜欢的是那种硬汉型啊，看到我身后这一台吧，坦克300。 新款的、全新的 Very Good Job 的行车记录器，就是来自我们的70迈的 A510啊。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它是具备5兆像素的 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啊。HDR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种背景突然间曝光，突然间又变暗，你过桥底的时候，它还是可以迅速的切换那一个光线亮度。当然，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 2 IMX675的这个感光元件。 芯片哦，高动态范围提升10%，低光成像能力提升90%啊，还包括了 Dual Channel Recording， 就是前后拍摄镜头，而且还可以在同一个画面上面同时监控还有切换。这一台 A510呢，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可以放慢来看，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车牌号码、车身款式、颜色，通通都可以被清楚的记录下来啊！当然，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比较旧的产品就有一个好像 ADAS 的功能，这一次 A510也是有这一项功能，它可以侦测前方的这个车辆哦。如果是很靠近了的话，它也会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功能。如果你的车买的是没有这种 ADAS 镜头，只要安装一个 A510， 你就有这一个功能了，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或者其他70迈的产品的话，包括你看好像这种 Emergency Jump Starter Power Bank，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行车记录器的话，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哦，有 Shopee、Lazada 还有他们的 website，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Let's go! 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我们 Rider ATH 又冲出海外了。今天看到我身后有2台非常好看的车啊，没有错，就是坦克300啊。坦克300这一款车呢是来自 Great Wall Motor GWM。GWM 在马来西亚还有什么车款呢？就是之前我们有拍摄过的 Aura Good Cat 啊，是一个 Aura 系列。那这一台车呢是一个比较硬核型、比较硬汉型的车款，很多人就叫这种车是吉普车啦。其实这个吉普车主要还是由以前的那个 Jeep 啊所延伸出来的一个讲法啊。那这台车是比较 hardcore 的啦。我们今天有2款，有一个是比较这个是已经算是 full accessory 的啦，装备满满的；还有一台是就是买回来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我们先来看这一台，这一台呢，这边有一个涂装非常好看的，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若有战招必回，退役老兵应急救援呐。哇，这个不是开玩笑，很梗啊！这个 sticker 粘上去看起来就是很有战斗力啊！这辆车本身就是非常有战斗气息的一辆车啦。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车顶上面也已经装了一个置物架，然后里面呢是上锁了的啦，里面是可以放一些行李箱之类的东西。然后轮胎方面，它用的是一个 AT 的轮胎，在前面 bumper 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装这个黄色的 spotlight 哦，还有一个拉车钩。然后我们看一下，如果是市售款的、普通款的是长什么样？普通款的轮胎呢，就是这种比较街用轮胎啦，不是 AT 轮胎。这个轮胎尺寸是265/65R17的这个轮胎尺寸啊，然后是黑色的 Sport Rim 这样子。那这一台坦克300呢，其实我们之前就有做过一个比较详细的 Exterior Interior 的讲解了。那今天呢，我们的 Exterior Interior 就讲的少一点，我们主要是要来体验这辆车啊，特地大老远飞来，没有试驾哪里可以？当然要来中国这边试驾呢，他们的路是跟我们倒反的啦，德巴列的是走右边的车道啊，跟 Malaysia 相反就对了。刚刚我们忽略掉这个尾巴的位置呢，原装是没有这些铲啊、这些灯啊、天线是没有的啊，原本就是背着一个轮胎罢了。我觉得这种比较硬核型的 SUV 后面有背一个轮胎，看起来就是比较好看更加的帅气。然后现在我们 Malaysia 可以买到的很多 SUV， 所谓的 SUV 都是都市型的 SUV 啦。Malaysia 市售版呢也会有这个，后面可以
胎啊，但是这个是一个街胎啦，不是 AT 轮胎，所以如果你们大家想要玩越野，要玩 off road 的话可以把你们的轮胎胎花换成更加的粗，就可以去做到 off road 了至于 off road 呢，我们这一次的体验是没有啦，我们主要还是讲解一下马路，马来西亚多数都是在公路上面使用，所以最多的就是讲解马路上的使用心得，还有就是它的一些操作功能其实刚才我们已经驾了一段路了，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这辆车它的动力表现还算是不错的可是在中国他们开车会比较慢，比较小心，所以那个爆冲感加速的感觉是没有体验到啦，我们只是体验到在公路上面行驶而已。然后它是搭载一个2000cc 涡轮增压引擎Inline 4啦，4缸引擎来的。油耗表现方面这个有一点难算啦，因为如果是讲油耗的话，我们在马来西亚打油太便宜了。这里呢，刚刚我们去打了一个100块人民币的92汽油才12L多罢了嘞，所以就是贵，而不是它吃油，懂吗 ？OK， 错过之前我们讲解这一台车的 Exterior Interior 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我们现在就要来试驾这辆车，体验这辆车，看这辆车开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 了啦 ，Let's go。OK， 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一台坦克300的试驾环节了啦。这一台坦克300呢，当然它有电动调节的椅子，看到吗？我可以很轻松的移动我的椅子。现在先把它调整到一个我的个人舒适坐姿一下然后这个 steering wheel 呢，也是可以做到上下前后的调整。steering wheel 后面是有 pedal shift， 可以做到这个自己换挡的这个动作很多车现在都已经把这个 pedal shift 的功能 cut 掉了，但是这一台坦克300呢，还是有这个 pedal shift， 还是不错的啦。尤其是我喜欢它的这个 dashboard， 上面整个大面积都是软材质，然后它的冷气出风口的位置呢，看到吗？是有一个氛围灯一条紫色的这个彩色灯条，我觉得就很 Mercedes 啦。然后门板方面也是有这个紫色的灯条，就是一个氛围灯。然后这台车呢，我们一上车呢，就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前面的这个 meter 的位置非常好看，是左右各有一个 screen， 然后这个 screen 还蛮大的，然后它是黑色的底嘛，所以看起来就是好像一个全联屏幕这样子连起来的样子。不过就有一点点小可惜，当我在开车的时候，我的手抓在这个位置就会有一点点顶到中间的这个 screen 啦。还有一个小小的可惜的点，就是当我打开这个地图他们在中国这边是一个高德地图，当我打开这个地图的时候呢，如果我要去切换那个风速或者切换冷气的时候，对，它有实体按键，我按下去的时候呢，它会 lag 一下才进入那个界面，不是那么的直接啦。然后我调完了过后，我又要等它一下才会跳回去那个 GPS 的页面。如果刚好前面有一个路口我就要转了，然后我又要调节这个冷气的话，一定会遇到这个刚好的时候，你就要盲猜是哪一个路口转。然后当然有一个天窗，我们把这个天窗的这个遮罩帘打开来，我们现在就开始把这台车开上路了。它的排档杆整个很像那个战斗机这样子，然后有一个 electric parking brake。OK， 我们现在出的这条路呢，算是一个我也不懂算不算 highway 啦，应该不算啦。前方500米，在第3个路口右转，往 G5611方向。在中国这边驾车如果你有打开导航了，他就一直跟你讲话，一直跟你讲话，比我们的 Waze 还要多话讲。现在要过道了，中国的道。谢谢你。OK， 过了一个道，现在就是出 highway 了。现在就是出一个 highway， 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开 highway， 因为之前都是有开过，不过是开在小路啦，城市市区。这个是第一次走 highway， 一直有地方是有拍照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试 power 动力表现，我们试不到给你。可是可以讲的就是这辆车驾起来可能你们会觉得它整个外观就是一个很 hardcore， 就是一个很越野车。这种车驾起来会不会觉得好像很硬然后很跳其实还好嘞，不会整辆车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听到 engine 的声音，没有什么听到换挡的声音，没有，全部就是很安静的。然后这辆车开起来你也不会觉得就是很跳，好像这种 highway， 中国的 highway 很美啦，就很平。然后我们开在路上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就是 SUV 的 feeling 就是一辆普通 SUV， 很爽很自在，然后又可以看很远，然后里面的这些 meter dashboard 你摸到的地方全部都设计到很美尤其是它的前面的这个 meter，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是有一个模拟好像 Tesla
Tesla 这样，我的车在中间走，然后那个路如果是弯的话，它也会显示那个路是弯。然后在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好像心跳表这样子的东西啊，那个东西是这辆车的那个 instant 的油耗，就是现在的这个油耗。我踩多一点，它就会油耗就会升高嘛，它就会向上，那个心跳就会向上。我如果放掉油，它就会向下，下到0。那个好像心跳码表这样的那个动作，我觉得看起来是很好看啦，很 fancy 啦。然后当然这辆车2000cc Turbo 那么大的车身，那么重的车身有力吗？现在我们在这条 highway 是可以走120啦，maximum speed 是可以120。现在我的时速是大概75，我试看不要用 pedal shift， 也不要退档，我们一脚油门下，那个动力是这样的，3、2、1，来，油门贴到底啊 ，OK， 从时速75加速到时速120的时候呢，你不会感受到一个很够力的爆冲啦，没有。它就是一个顺的加速啊，毕竟我相信这辆车它的 gear ratio 也是设计到比较轻，那个牙比较轻啊，就是给它来应付一些 off road 比较适合。所以在应付这种马路的时候，你一脚油门下，它不会有那个一退档就哇很够力的感觉，很爆冲的感觉没有。再来就是它的油门反应其实是有一点点 delay， 尤其是当我把油门一脚踩到底的时候，应该是停留了半秒才来加速，不是那么的迅速啦，它的反应。当然 brake 方面是没有问题啦，就好像一般的 SUV 的那种脚感，当然我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 soft 一点啦。它的 brake 如果可以更加 responsive 一点，一踩下去马上给你有咬合的那个感觉的话会更好。比较 soft 也是有它的优点啦，就是比较舒服啦，比较舒适。然后整辆车的空间感啊，还有它的这个椅子啊，坐起来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大腿支撑全部都很 OK， 很大张，这个旁边的支撑也 OK。然后这辆车如果是你没有打 signal， 你去踩线的话，它会响的啊，听到吗？它会提醒你啊，跨到别边去了。不过这个是属于 ADAS 功能里面的其中一项啦。然后它最主要还是针对于那些喜欢越野、喜欢去山地旅行 camping 的朋友，这辆车就非常的适合。它的离地间隙很高，就像一辆 4x4 pickup truck 这样子。可是 4x4 pickup truck 给人的印象就是硬核、很难驾、很跳啊。这辆车又不会，它是介于 SUV， 就是都市型 SUV 跟 4x4 pickup truck 的中间啊，它会偏硬，可是它不会很不舒服、很不舒适的感觉。所以整辆车我觉得它就是在 4x4 pickup truck 跟都市型 SUV 豪华 SUV 的中间啊，所以这一个空调的这一块就刚好让坦克300来填掉这个空间了啊，我觉得是 very good job 啦。可是这个价钱方面，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太贵了。对我来讲的话，你买到这样子的东西啊，其实这个 interior 很 Mercedes， 你就当它是一个 Mercedes 这样子来看啦，20多万，然后又有这种大 G3 把手啊，这辆车也是有，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模式可以切换啊，你可以走雪地啦、沙地啦、沙漠、泥泞、烂路，什么都可以。然后再加上它有这个 2H、4H、4 low 的功能，还有 Rear Differential Lock 的功能等等，这些功能放在这辆车上卖20多万，我觉得好像又还讲得过去啦。所以看到这里，你们觉得怎么样？这样子的价钱买这一台坦克300，这个外观这个 interior 这样子的驾驶体验，你们觉得 OK 吗？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接受，尤其是像我这种比较野孩子啊，喜欢去 off road、喜欢去越野的，这辆车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当然可能会有人拿它来跟 Jimny 做比较啦，没有得比啦，两个是不同世界的东西。这个 interior 的舒适度啊 ，Jimny 根本不够来啊。当然 Jimny 价钱也是比较便宜，尺寸方面 Jimny 也是比这台坦克300小很多啦，两台车没得好做比较啦。OK， 今天的这个公路试驾大概就先到这里，之后我们会回去马来西亚借这台车出来，我们去 off road， 我们去越野。这种车驾马路 feel 不到东西，真的，我们要去越野体验它的越野性能到底有几厉害。所以喜欢我们的影片要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小铃铛一定要跟它嘟下去，这样接下来出新影片你就不会错过了啦。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Goodbye。前方500米，向右前方行驶，使